谢林与我成婚前，曾与一农家女相恋，二人私会忘情，那女子却在途中落水遇难。谢林不情不愿娶了我，对我百般挑剔。我出身名门，才貌双绝，他说我不过是败絮其中，无趣死板，比不上他生长于乡野，一派天然。他嫌恶的不愿碰我，病逝时手里仍牢牢抓着半块玉佩，让我彻底沦为玉京城的笑柄。重来一世，我跳入春寒的河水中，将那农女救起。早逝的才是白月光，没了生死相隔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走多远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3月草长莺飞，淮水河畔多情人。我隔着马车轻薄的帷帐，看谢林和别的女子卿卿我我，互诉衷肠。他今日着一袭水云锦的天青色衣袍，宽衣薄带，春风拂过，清朗若仙。而他身侧的女子纤细伶仃，虽穿粗布麻衣，巴掌大的小脸却嫩如出帽间的水葱。郎才女貌，紧紧相拥，亲密的连根针也插不进去，真是一对璧人，倒显得我这个名正言顺的未婚妻多余了。我无动于衷，身旁的绿珠却气得快冒烟了，为我打抱不平。女郎，他们这样做，置您于何地啊？光天化日一下偷情，让人知道了，不是笑话您吗？咱们快去把他们抓起来，好叫别人看清这对奸夫淫妇的嘴脸。我放下手中的茶盏，拦住他。不急，等会你就按照我吩咐的来做。抓奸不急于一时，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。我起身上前，看得更清楚了些。谢林垂首，满脸缱绻柔情。世家贵女惯会装模作样，死板无趣。陶娘放心，娶她回来只是做个摆设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待过几年，便寻个由头将她打发了，扶你为正妻。女子轻轻嗯一声，面色羞红若桃花，柔若五谷般倚在他怀中。他们旁若无人，彼此越靠越近，眼见双唇就要贴上。草丛里忽地窜出一道黑影，伴随着嘶嘶作响的声音。看清那东西后，两人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叫，连滚带爬想要躲开，却因纠缠太紧，左脚绊右脚，身体彻底失衡，然后双双向水中跌去，扑腾不止。原来前世他们竟是这般落水的吗？春寒乍暖，万物复苏，河畔草丛中常有毒蛇出没，遇上也算他们倒霉。我桓令辉出身世家大族，祖父是当世大儒，父亲任太子太傅，兄长们皆为朝堂命官。而我也无愧于桓氏女一名，12岁以才貌扬名玉京，言行举止皆为世家贵女典范。及笄后，桓府门槛都快被媒人踩烂。阿爹和阿娘心疼我，生怕我受罪，自是千挑万选，不是嫌这个品貌不佳，就是嫌那个家世低微。连权势圣人的玉面将军上门提亲，他们都担心煞气重吓到我，婉拒了。谢家三郎谢林就是他们淘尽沙砾捡出的珍珠，门第相当，家风清正，又是嫡出幼子。而谢林本人面如冠玉，才华出众，更难得洁身自好。我嫁过去不用看人脸色，吃苦受罪，舒舒服服过日子就成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婚事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大婚一夜，谢林连洞房都没入，随一个云游道人走了，说是要修仙，只留下一封信，叮嘱我带他孝敬舅姑，帮扶兄嫂，照拂小姑。第二天，我就成了全玉京的笑柄。厌惯玉京的桓令辉新婚被弃，郎君宁愿去修道，也不愿碰他。天下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乐子吗？舅姑也怨恨我，认为是我克走了他们的三郎。谢母涕泗横流，指着我骂道：早知求来这么个扫把星，当初就同意那农女入门了，何至于今日骨肉分离？我的三郎啊！我这才知道，原来谢林在成婚前与农家女相恋，忘情私会，途中两人不慎落水，那女子没能活过来。谢家死死压下此事，哄骗我成了婚。可谢三郎是个难得的痴情人，不愿和我虚与委蛇，只好入道避开。后来谢尚书御前失言，靠我父兄周旋才保下一条命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谢家被贬至苦寒一地，我花光了嫁妆银子一路打点，干尽所有脏活累活，拼命讨好每一个人，才换来几分认可。苦苦熬了3年，天下大乱，
终于等来谢林受新帝赏识被封为侯的消息。我以为这么多年替他供奉双亲，操持家务，没有功劳总有苦劳，没有感情也能给几分体面。可谢林只是身着蟒袍金带，骑着威武神骏，轻蔑地扫我一眼。这些年你占着他的位子，可曾有片刻亏心？侯夫人的尊荣就别肖想了，你不配。如今环视衰落，一个侧室的名分已经是抬举你了，莫要不知足。谢林在玉京城里也算个名人，又穿得招摇，不少人认出他，纷纷下水施救。只可怜的农女，周围乌泱泱一群人都没理会他。趁无人注意，我跃入水中朝他游去。初春水寒刺骨，犹带未化的薄冰。我虽自小精于浮水，独自一人也没把握能拖着他全身而退。幸而一切顺利，绿珠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仆妇将我们护送上岸。确保救醒后，我派人将他送回家。入府后就称风寒侵体，闭门养病，深藏功与名。第二天，谢家三郎君与农家女私会落水的桃色花边就传遍了玉京城。当时晕倒的谢三郎被好事者抬到谢府门，讨要赏银的事，半个城的人都看见了。千真万确，抵赖不得。流言愈演愈烈，谢林从翩翩公子被传成个色中恶鬼。几日后，谢尚书终于带着病愈的谢林前来负荆请罪。他神色讪讪，朝阿爹拱手一拜，孽畜不成体统，已在家中管教过，还望桓公与女郎能消气。谢林在堂前下跪，他赤膊背着荆条，划开了好几道子，身上有被鞭打的血痕，在白皙的皮肉上格外触目惊心。然而他的头颅高昂着，有气愤与忍耐，却无丝毫歉意。我与陶娘两情相悦，若不能迎他入府，便是搭上10个100个环侍女，我也不稀罕去。阿爹气得掐断了几根胡子，怒目圆睁，指着他骂道：庶子而敢！我环侍女郎配何人不得，竟要被你如此羞辱？这门婚事就此作罢吧。谢尚书狠狠踹了谢林一脚，苦心劝道：农女粗鄙浅薄，入门不过为贱妾，女郎着实不必放在心上。谢府会另出18台天庄，给女郎赔罪押金。日后那贱妾生下庶子，也是在女郎膝下将养着，如何？见阿爹不为所动，他脸色稍沉，语带威胁。总归我谢府已拿出全部诚意，若亲事不成，也怪不到我们头上。世家男子莫不3妻4妾，女郎还未出阁便如此善妒，容不得人。恐名誉受损，日后婚事艰难啊！阿爹被他的厚颜无耻所震惊，气得说不出话。而我早已见怪不怪。前世谢家人靠我才能在流放一地立足，但他们金尊玉贵惯了，哪里受得了这等落差？于是便将怨气都撒在我身上，脏活累活全丢给我，动辄打骂。都怪你这个丧门星！自从你嫁进来，没有一件好事。当初淹死的怎么不是你？你克走了三郎，还害了我们全家。这些活干不完，不准吃饭，凭什么？这都是你欠谢家的。我不敢不从，拼命讨好谢家每一个人。只因一次起夜时，听到谢大郎询问是否要解决掉我。谢府语气凶厉，先留着吧，他还有用，等哪天。他比了个手起刀落的手势，敲骨吸髓，心狠手辣，恩将仇报，这才是谢家人的真面目。我带着密离从屏风后绕出，伯父一言，恕令辉不敢苟同。若你们坦诚相告，自然无妨，可私下偷情还闹得人尽皆知，这是不把我们环氏放在眼里。谢府脸色清白，知道这是他们理亏。女郎要如何才肯消气？如今谢林名声毁了大半，门当户对的女郎定然看不上他，必会死死攀咬不放。而如今世道对女子苛刻，我若因风月小事便退婚大闹，难免使环氏女名声有损。我是不在意，可族中姊妹总要一婚，那就只能激怒谢林，把错处都归到他身上了。他若要入府，便只能做一辈子侍妾，即便日后生子，也永不能抬位。谢父还没应承，谢林便猛地跳起来，双目喷火，似要生撕了我。桓令辉，你怎生如此歹毒？极恨我爱慕陶娘，便要硬生生毁了她的下半辈子，不给她活路。陶娘天真纯善，比你这种装模作样、拈酸吃醋的蛇蝎贵女强上1000万倍。
我心里只有他，你就算进门了，也别指望我多看你一眼。我有些讶异，他为什么会以为我这是在嫉妒？但这无关紧要，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。我招来护卫，轻轻抬手打出去。谢林瞪大双眼，似是不敢置信。你敢？莫要再欲擒故纵，自抬身价。我定然要那陶娘为贵妾，你若是识相同意，成亲后我还能给你几分体面。再拿瞧，我就真退了这婚，让你欲哭无泪，追悔莫及。真聒噪！我再次下令，谢林被堵住嘴巴，光着上半身五花大绑扔出门外。谢父也没脸再待，面色铁青走了。一场大戏终于结束，但我明白以谢家人的难缠程度，这只是个开胃小菜，接下来还有硬仗要打。那日后，谢林仍坚持要纳周桃娘为贵妾，不惜以绝食抗议，气得谢府逐他出门。他和周桃娘在城门支了个铺子，当炉卖酒。市井多无顾忌，有酒客问他，传闻怀女郎艳冠京城，郎君竟也舍得？不知这周小娘子有何妙处，竟将你这等人物也迷得神魂颠倒。他一面斟酒，姿态潇洒风流，一面沈笑，不过是世家造势吹捧，若真如此美貌，怎么遮遮掩掩，不敢示于人前？怕是姿色平平，又想嫁个才貌皆备的郎君，才扯谎吹嘘，好待价而沽罢了。庸脂俗粉，蛇蝎妒妇，又怎比得上我与桃娘心意相合，情比金坚？语罢，和周桃娘相视一笑，含情脉脉。郎才女貌，一双璧人，真是羡煞旁人。于是流言风向又变为谢三郎与农女周桃娘乃是天作一合，而我怀令辉不过是棒打鸳鸯，拆散有情人的无言妒妇。我也回过神来，为何他会以为我是因妒生恨，表面刁难，实则觊觎他？又笃定我姿色平平，貌不惊人。明明我们空有一纸婚约，并无太多来往，甚至他从未见过我的真容。但如果他也重生了呢？他记忆中的桓令辉是那个甘愿为他奉养父母，苦守3年，被折磨得瘦骨嶙峋，面黄肌瘦的平庸妇人，而不是此时风华正盛，艳若桃李的桓氏女郎。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。流言纷纷扰扰，甚至传到了世家耳中，急得其他几房有女儿待嫁的婶娘来劝我，辉娘不过是一个农女，那便那了，即便是贵妾，又能掀起什么风浪？是啊，再这样闹下去，吃亏的是你，将来嫁过去了也不得舅姑亲眼。你父兄有出息，能护着你，我们人微言轻，女郎名声再被连累，可怎么嫁得出去啊？我疲于应付，再三发誓不会连累到其他姊妹，他们才肯罢休。而阿爹多次去谢府退婚，他们都顾左右言他。我知道这是他们的计策，硬生生拖着，用世俗流言逼我服软低头。周桃娘与我一人也不肯舍，果真贪心。我招来绿珠，确认安排的事他们都办妥当了，一切都如预料发展，方匆匆出了门。流言不足为惧，现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急着处理。前世我被流放不久后，玉京就发生了叛乱。当今陛下继位以来，贪图享乐，横富暴敛，大兴土木以建造各式奢华宫殿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民不聊生，各地皆有揭竿起义一人，又被玉面将军镇压下去。唯有都城玉京还维持了个繁华的壳子。可后来玉面将军暴毙，叛军联合攻陷玉京，死伤无数，血流成河，连桓氏这样的庞然大物都元气大伤，逐渐式微。这是我自重生以来便隐晦地和父兄提起过，试探能不能迁族南下避祸。可他们半信半疑，又是迁族这样的大事，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定的。好在事情发生在明年花朝节后，还有1年时间，我也无法强逼，只能一面对他们暗示诱导，一面做好逃亡的准备。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，逃亡路上金银器物太过惹眼，又不能全抛下。若换成金银豆子、美玉宝石，更便于隐蔽携带。可大量采买容易引起怀疑，我就命人将首饰拆了重炼。平日也时不时去琳琅阁转转。刚进去，掌柜就热情地说来了新样式，一只巧夺天工的露丝牡丹金簪，精巧的连我都忍不住多看几眼。但这么漂亮的金簪容了未免可惜，近来手头上也不宽裕，只好忍痛扭头。
却听见身侧有人极轻极低地笑了一声。女郎可是喜爱这枚金簪。我回身望去，只见她身量极高，气势迫人，脸上戴了半副银质面具，可从露出的锋利下颚线，冷玉般的肤质，就知是极好的相貌。我心下震动，脑海浮出一个名字。他捏住那枚金簪，在蜜梨前比划了几下，似在思索是否合适。这簪倒配得起你，掌柜的包起来，赠与这位女郎。我张张嘴，刚想婉拒，就听见一声暴怒的呵斥：环令辉，你我还没退婚，这就迫不及待勾上旁人了。门堵着的正是谢林，身侧站着娇娇柔柔的周桃娘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我绕过他们，不欲多加理会，不料谢林猛地攥住我的手腕，想走。你还没解释清楚，奸夫是谁？我烦躁地甩开，却因握得太紧而挣脱不了。他咬牙切齿，恨不能将我掐死，不守妇道，水性杨花。你就这般下贱，一刻也离不得男人。奸夫淫妇，今日便抓了你们陈塘。周桃娘死死盯着我掩面的纱罗，恨不得用目光在上面烧出个洞来。她挽着谢林的胳膊，撒娇似的蹭了蹭。谢郎，这位姐姐一直不吭声，也未曾显露真容，你怎知她就是怀女郎？还是亲眼见过，以免认错了人，伤及无辜。她声音娇脆，笑意盈盈，伸手便要来掀我的蜜梨。我情急一下生出怪力，狠狠将她推倒在地。她痛呼出声，楚楚可怜唤着谢郎。谢林急得两眼通红，贱人竟敢伤了桃娘，高举手臂就要朝我扇来，却在半空被一只遒劲有力的手拦住，反手一拧。谢林惨叫一声，右手软软垂下，竟是脱臼了。他转过身来，银质面具闪着冰冷的光，声音不怒自威：方才是你说要把本将陈塘？谢林顿时面如宣纸，惶恐赔罪。将军恕罪，是下官不择言，尊卑不分，冲撞了将军。玉面将军裴怀，杀人如麻，俊美无仇，在外常配半副面具，不以真容示人。他抽出腰间的匕首把玩，刀鞘镶嵌了各色宝石，颇有异族风情。唇角勾起玩味的笑，猛地朝谢林胯下掷去。再敢污言秽语，那东西也别要了，去宫里和魏公公作伴吧。虽未击中，但谢林已然被吓得屁滚尿流，瘫软在地。裴怀转身看见怔愣的我，又是一声轻笑，取来紫檀木盒，塞入我手中。宝簪赠美人，坠于女郎发间，才不算辱没了她。言辞轻浮，偏偏他语气正经，毫无亵渎意义。脸颊隐隐发烫，直到他转身离去，我还未缓过神来。他这是替我出头，还是单纯为谢林的冒犯不悦？但我们不过萍水相逢，他实在没道理偏帮我，想来是谢林言语太过激怒了他。素闻玉面将军喜怒无常，时有兴起变形常人所不能理解一事，底下人莫不战战兢兢，揣度他的心意。今日也算见识到了，这段争端又在玉京闹得沸沸扬扬。只是这一回，竟传出当日救下偷情农女一人，是与谢林有婚约的环氏女郎。有人证实是一位贵族女子跳入河水救下了农女，随行马车上是环氏的家徽。事后和那农女套话，确有此事。城内流言纷纷，只是矛头都对准了谢林和周桃娘。有如此贤良大度的未婚妻，他不知珍惜，反而与农女私奔，还当众诋毁人家。可见平日的好名声都是装出来的，不是个良人。而那周桃娘无美苟合，不知廉耻也就罢了，竟连救命恩人的未婚夫婿都抢。两人都是忘恩负义，不识好歹一辈。传到最后，听者无不感叹一句：唉，环女郎当真心善，可惜遇人不淑啊。或许是牵扯到裴怀，那位荒淫纵乐的君王，难得在朝堂上过问了一句。听完来龙去脉后，状似无意的感叹：亲家变仇家，这婚事倒不如不结。因为这句话，下朝后谢尚书立即驱车至桓府，交还了信物，立了退婚书。或许这只是君王的随意言，并无深意，但君威难测，谢家不敢赌。我终于松了气，本来还留有后手，没想到老天帮了我一把，解决掉这桩婚事，我也能腾出精力去劝服父兄。
不料还未庆幸过3刻，绿珠就慌忙来通报：女郎，不好了！谢二和那农女2人正跪在府外，说是不求得您回心转意，得一句原谅，就不起来了。我到门时，已经围了一圈百姓在瞧热闹，他们双双跪在桓府门前，活像被棒打的鸳鸯。事发突然，谢家人没来得及通气，恐怕他们还不知道退婚一事，想要借着流言又一次拿捏我。周桃娘弱不禁风，抚着微微隆起的小腹，像一只在风雨飘摇中的小白花，唉声哭泣。奴家自知身份低贱，又辜负了女郎的恩情，但腹中孩儿是无辜的，求求女郎大发慈悲，放我们母子一条生路吧。谢林则是一脸隐忍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朝你这一跪，恩怨尽可抵消了。桃娘如今有了身孕，你莫要再小肚鸡肠，处处刁难。你总归是我谢府未来的主母，我自会给你几分薄面。我不理会谢林，只把目光投向周桃娘。婚约已退，我卸下悬在心的大石，不介意提醒他一句：男子多薄情，你可曾想过，有朝一日他变了心，你又该何去何从？世家贵女尚且要在郎君面前低头，忍气吞声，她可知自己出身低微，如今又声名狼藉，若有一日谢林厌弃了她，会是什么下场？不料她猛地抬头，愤恨地盯着我。怀女郎，这事虽是我们对不住你，但论先来后到，两情相悦，你才是插足的那个。我们如今下跪赔罪，你还斤斤计较也就罢了，为何要挑拨离间，诅咒奴家与谢郎？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算我多嘴。既如此，你们请自便，我无话可说。谢林却自觉拿捏住了我，伏羲起身，不屑道：你这是同意聘桃娘为贵妾了？呵，早知如此，何必装模作样那么久？我故作讶异，谢郎君还不知婚约作废了吗？那都是你的家事，与我无关。他皱皱眉，又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厌恶道：亏我刚才还以为你转性了，原来又在耍这种不入流的把戏。你以为拿退婚要挟，我就会对你祈求挽留？简直痴人说梦！我直接命人将退婚书拿来。他反反复复确认过上面的漆印为真后，正愣了一瞬，喃喃自语：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该对我死心塌地，吃尽苦头也无怨无悔。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气急败坏道：呵，即便你不提，这门婚事我也早就想退了。以前不过是体谅你不易，岂料你如此不识好歹。你无德无貌，除了家世，哪里比得上桃娘一根头发？何况你环氏也撑不了。他顿了顿，似乎想到日后的风光，唇角微勾，十分不屑。日后我封侯拜相，你莫要再来求我，贵府乞怜。就你这样平庸的姿色，脱光了我也瞧不上眼。我点点头，不再留恋，如此甚好。正欲转身离去，不料狂风忽起，掀开我的密篱，露出大半张脸。周围霎时静的只剩风声，随后是一阵丝丝的倒吸气声。谢林像被扼住喉咙，瞳孔猛地放大，眼里是猝不及防的惊艳。这般景象我早已见怪不怪，拢好纱罗，施施然转身回府。直到桓府的门砰的一声关上，所有人才回过神来。乖乖，桓女郎这长相，天仙下凡也比不过如此啊！到底是谁谣传她生得其貌不扬，这眼睛怕不是喂了狗？有人朝着谢林吹哨：谢郎君，如今可追悔。众人挤眉弄眼，怕是肠子都悔青了吧？哈哈哈哈！周桃娘在哄笑声中不安地拽住他的衣角。谢郎，那桓家女郎确实貌若天仙，要不你还是回头服软，娶了她吧。我看她对你仍有情意，稍哄一哄，她定然就应了。只要能和郎君在一起，奴家受些委屈不算什么的。谢林拍拍他的手，想什么呢？我岂是那等看重皮相的肤浅一人？只是眼神飘忽，再不如以往坚定，眉宇间也颇有些不耐。周桃娘垂头，咬得下唇泛白。那日过后，谢林大张旗鼓纳了周桃娘入府，却不是贵妾，只是良妾。我又旁敲侧击几番，甚至直接挑明了重生一事。好几件事应验后，阿爹和兄长们也终于开始正视我的话。他们早出晚归，开始苦心筹谋。
但这些都是避开我的。辉娘，你不用操心，父兄总能护你一生富贵周全。我在欢喜一余，又不禁生出几分迷茫和怀疑。都说爹娘疼我，舍不得我吃一点苦，为我安排了最顺遂的道路。所有人都羡慕我命好，可真的是这样吗？纵使千算万算，前世我还是吃尽了苦头。而重活一次，我也觉察出许多不同。爹娘虽然疼我，但到底和对兄长们不一样。比如他们一开始并不将我的话放在心上，若不是事情都应验了，他们或许仍不会相信我，只以为我是小女儿心性，做了一场噩梦被惊到了。但若这些话都是阿兄说的呢？他们还会如此不在意吗？有什么念头从脑海中掠过，却快得抓不住。还未等我想清楚，裴怀静派人给我送来一封信，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。我大吃一惊，他是什么时候生出的想法？自从上回我贤良隐忍的名声传开后，连带着来环氏提亲的媒人都多了不少。婶娘们乐得合不拢嘴，他总不能也是慕名而来吧？从前爹娘为我择婿时，他就曾登门提亲，这已经是他第2回求娶了。玉京贵女如云，我竟不知自己哪里入了他的眼。我深深叹了气，该怎么婉拒又不开罪他呢？我和裴怀约在树玉轩相见，为显诚意，我提前半个时辰出门，不曾想有人早已等在那了。他今日着一身玄色织金长袍，手半支在紫檀雕花茶案上，漫不经心转着手中的杯子，姿态闲适慵懒，清贵无双。裴怀一路战功赫赫，受陛下宠幸，乃是炙手可热的权臣。更难得虽是出身草莽，容貌仪态依旧无可挑剔，明里暗里不知采撷了多少佳人芳心。若不是早知他命不久矣，或许我便应承了。隔出几步一句，我朝他一应下拜，承蒙将军错爱，奈何我粗浅愚钝，实在不堪为配，辜负了将军一片心意，是我福薄。他嗤笑一声，把一卷草纸掷到我脚下。是否福薄尚未有定论，但本将乔环女郎却是胆识不浅，聪慧过人。我拾起一看，额角冒出冷汗。上面从我就起周桃娘，暗地里散播谣言写起，一直到父兄近日筹谋南迁的举动，事无巨细，记了整整几页纸。女郎实在能耐，不仅性情大变，还料事如神，事事抢先一步。她竟知道的这般清楚，还猜出了环氏变动的根源在我。也不知道他堂堂权臣为什么会盯着我不放，但看这架势，我若说不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，他会把我抓起来严刑逼供。我挣扎几息，只能谎称自己做了一个梦，害怕族人遭祸，才提前谋划。再多的就不能说了。他眉头轻挑，似乎是信了我的说辞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女郎如此排斥我，想来我的下场不会太好了。被叛军斩杀，尸骨无存，算得上是最差的下场。他的眼神如狼，紧紧盯着我的表情，忽而玩味地笑了。既然如此，女郎拒绝我不过是趋吉避凶，人意常情。我刚要松气，又听他冷不丁说道：但世人不知，我还有一个小名，唤作玉奴，不知女郎可曾在梦中听过？我瞳孔紧缩，心下震动。怎么会是他？我慌张地避开他的目光，思绪万千。他却像是了然，想来是听过了。既如此，望女郎能再三考虑。我这人护短，若娶了你，也不介意庇护你们环氏一族。我一路恍惚回到府上，才反应过来，他费了这么一番功夫，又是试探，又是威逼利诱，到头来就是为了让我同意这门婚事。他到底图什么？我思虑再三，最终还是应承了裴怀的求娶。前世谢林便是运气好，追随了新帝，立下了从龙一功。新帝自虽俊美，喜怒无常，上下无人不晓，但鲜少有人知他少师护士，四处流浪，被人骗去矿上采玉石，又因俊秀的长相被调笑欺辱，取了个玉奴的魂名。这般隐秘的过往，也是追随最久的那一批旧人在行军中偶然得知的。谢林曾在醉酒后夸耀过，以此显示新帝和他的亲近与恩宠，但我实在没想到，裴怀竟然就是新帝。前世他没有死在叛军中，而是金蝉脱壳，换了个壳子称帝了。
裴怀虽然阴晴不定，却并不嗜杀，也未曾做出狡兔死，走狗烹一事。无论他图的是环氏人脉还是其他的东西，以这桩婚姻为筹码保住父兄族人，是我当下最好的选择。再不济，总还有这副皮囊在，放软身段，小意温柔，他总会顾念几分夫妻恩情。裴怀做事雷厉风行，隔日就请了媒人上门提亲。三书六聘，采言纳吉，聘礼抬了一箱又一箱。没几日，这桩婚事就传遍了玉京。本以为我被退了婚，虽不至于嫁不出去，但也再难找到门当户对的好人家。谁知转头就有炙手可热的权臣来求娶，一时间来环氏说亲的媒人都快把门槛踏破，而我也忙于筹备婚事，清点名下的嫁妆铺子和产业，许是孽缘。那一日，我从护国寺求完姻缘符，归家的路上，马车的木源断裂，停在半路走不了。天色渐晚，恰好后面有别家的车马同道而过，绿珠拦下，欲询问是否能捎带我们一程。谁知叫帘一掀，身形臃肿、面色憔悴的周桃娘被扶了下来，随后是一脸痴痴望着我的谢林。自我和裴怀的婚事传开后，谢林疯了似的给我传来许多书信，一开始言辞十分傲慢，说我使的这招激将法颇为奏效，他妥协了，愿意放下芥蒂娶我过门。我没理会，他就抹黑裴怀，说此人阴厉暴虐，迟早不得善终，又吹嘘自己日后定然封侯拜相，一副苦婆心的模样，劝我莫要不识好歹，错失良缘。见这些书信都石沉大海，他意识到我不是在欲擒故纵，于是他终于慌了，开始颠倒黑白，说当初只是被周桃娘一时蛊惑，他真正倾心的人是我，早已对我情根深重，甚至自以为文采风流，做了几首酸诗，以为我会为他所折服，简直令人作呕。还是我生气发作，处理了一批被他收买传信的下人，才从此清静。没想到今日是恶心到我面前来了。谢林惆怅又缱绻的目光附在我的蜜梨上，怅然若失地上前，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令辉，是上苍怜悯我，才让我在此处与你相遇。一旁的周桃娘听了这话，面色铁青，暗自咬牙，却又敢怒不敢言，只用怨毒又复杂的眼神盯着我。那股作呕的恶心感又涌上胸，我不欲多纠缠，转身回马车。他却又追上来，拉住了我的手腕。是我看错了自己的心意，辜负了你。如今我迷途知返，你就不能宽恕我一回吗？我嫌恶地抽手，绿珠几个赶紧将我护在身后。谢郎君在说什么疯话？我们早已退婚，我如今是待嫁一身，你如此行径，不怕得罪我未来夫君吗？他闻言敛起怅然的痴态，神情狠厉。我已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不识好歹，莫要怪我。我心里顿时一慌，大感不妙。一声令下，他带来的护卫把我的人都包围了起来。这趟出行简易，人本就不多，很快就都被他的护卫制服了。我心发紧，死死攥住藏在宽袖中的匕首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谢林挤出一个快意扭曲的笑，一步步走过来，掀开我的蜜梨，指尖抚上我的脸颊，痴迷地喟叹一声，肤如凝脂，艳若桃李。随后将我扛上肩，扔进马车。我浑身发冷，顾不得身上的疼痛，颤着声质问：你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，不怕环氏和裴怀的报复吗？他却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令辉，你放心，等生米煮成熟饭，环氏再震怒也只能把你嫁给我。至于裴怀，不过是个将死一人。我死死咬住唇，无力反驳。如果他真的得逞了，爹娘再疼爱我，也不得不将我嫁给他。而裴怀就算将他大卸大块，又能如何呢？他还能再接那一个失贞的女子吗？我深吸一气，冷静，千万要冷静。眼下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。谢林轻佻地笑了，将我逼至角落，压在我身上，手往我的腰间探去。等的就是这一刻。我反手露出手中的匕首，狠狠朝他的后背刺去。他怒吼一声，重重甩了我一个耳光。我痛得几乎失去知觉，匕首也滑落。他被剧痛击得失去理智，死死掐住我的脖子。我拼命挣扎，
朝他下腹踹去，却反被抓住。就在我绝望一际，他动作忽然一顿，软软倒向一旁，而后露出了举着10块的周桃娘的脸。我惊愕地看着他，僵硬得无法动弹。他勾起一个嘲讽的笑，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我可不是为了救你。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逃，等他的护卫反应过来吗？我赶紧爬起来，从马车上落荒而逃。为了方便办事，谢林将他的护卫支到了不远处的树林里。借着天色和草木的掩护，我头也不回地往另一个方向跑。他们很快就会反应过来，我不能停下，跑得越远越好，直至环视的人将我找到。但他们还是追上来了。谢林面色狰狞，一步步逼近。逃啊，怎么不逃了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想想，等会该怎么折磨你呢？我转身就跑，他从身后扑过来。然而一道箭矢从空中划过，射中他的胯下。他发出一道惨痛的非人的哀嚎，倒在我的脚边。我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的泪水，缓缓转身。火光掩映中，裴怀骑在马背上，他慢条斯理收起弓箭，双目灼灼如有火在烧。过来，接你回家了。谢氏一族很快因御前失言，触怒天威而被全族流放，尤其是谢林，被御史参奏贪赃枉法，在牢里受遍了酷刑。送回家的时候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皮肉，却又吊着一气死不了，因为有人想让他绝望地活着，生不如死。这个消息是在大婚1日，裴怀掀开盖头后告诉我的。他挑了挑眉，笑带3分邪气。新婚贺礼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洞房一夜，他也没有进一步的举动，只交杯喝下合卺酒，蜻蜓点水般在我唇上一啄。强扭的瓜不甜，等你心甘情愿而已，我等得起。那夜我在肋骨般的心跳声中入睡，说不心动是假的。我以前以为他娶我，或是想要拉拢环视，或是贪图我的美色，又或是其他目的，但这些都不足以让他做到这个地步。我总觉得他对我有情意，但这情意从何而来，我毫无头绪。明明在前世我们都毫无交集。婚后，我接管了裴府诸事，而裴怀也早出晚归，越来越忙碌。他在为称帝做准备了。玉京城内的局势越来越严峻，朝堂上剑拔弩张，城中百姓也嗅到危险的气息，入夜后禁闭门户。周桃娘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，于一个深夜，浑身鲜血叩响裴府的门。她顶着血污的脸，朝我露出一个惨然的微笑。桓令辉，我把谢林杀了，念及他当日救过我。谢氏获罪时，裴怀将他摘了出来，特许他和离归还本家。为何又与谢林闹到鱼死网破的地步？还未等我询问，他就到豆子般全盘托出。他不甘心放我走，想我陪他一同流放。我不愿意，他就将我囚在府中，殴打泄愤，孩子就这样没了。今夜他喝了酒，又把我往死里折腾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砸碎了他的头，趁乱逃了出来。我不解，和离后，官差竟没有将你护送归家吗？他为何能囚禁你？他麻木地扯出一个笑，悠悠道：是啊，但他又让人将我从父兄手里买了回去，足足50两呢，他们就毫不犹豫将我卖了，哈哈。我心中五味杂陈，不知该如何回应。他如被掩住，自顾自说下去：桓令辉，你知不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在嫉恨你？你出身名门，有疼宠你的父兄，门当户对的未婚夫，你真美啊，明明遮得严严实实，可那周身的气度，没一个人比得上。而我呢，纵使我生的10里8乡都夸一句漂亮，言行举止文雅秀气，一点不粗俗。我勤快能干，女工也干得最好，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到了婚嫁一时，我只能嫁屠夫，或是给老爷当小妾，就因为我是出身卑贱的农女。你说凭什么呢？凭什么你高高在上，拥有荣华富贵的生活，金致玉香的郎君，而我就是命贱，只配嫁个大字不识的山野村夫，连想一想就要被说成是失心疯，只能终日围着锅台炉灶，生几个粗笨的孩子，草草度过这一生。所以我不甘心，我非要去争去抢，哪怕我知道谢林不过是个伪君子，我非要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都看看，我周桃娘不是贱命，
我配过好日子。他撕心裂肺，歇斯底里，要把这些年的不甘与愤懑都宣泄出来，而我的心却像被塞了一团棉花，堵得慌。在此以前，我从未想过，于这个世道，自命不凡却出身低微的男人尚能读书识字，又或是从容为自己挣一条富贵路，那生来卑贱又心高气傲的女人当如何呢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可笑？我沉默半晌，才答道：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你想要荣华富贵没有错，是这个世道对女子不公，只是世间留给女子的路太少，她走着走着就歪了。她仰头大笑，眼角沁出了泪花。爹娘兄长骂我麻雀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谢林贪图我貌美乖顺，实则把我当作玩意儿。不曾想到头来竟是你懂我的痛。他瘫软在地，像是失去了长久支撑着他的气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找你说这些，不必在意，就当今夜梦魇听了些胡话。杀人偿命，你把我移交官府吧。我掏出手帕，一点点将他脸上的血污擦干净。我会命人为你制新的文书户籍，一路护送你南下。你拿着这些财物做什么都可以，只是莫要再依附轻信他人。桃娘，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听说南边风气开放，女子也可经商立家，自成门户。这一路艰险，她一介女流难免要吃许多苦，却也能挣一条生路。我也只能送她这一程了。她怔愣地瞪大双眼，一把抱住我，落泪至哽咽。是我做错了，我对不住你。我轻拍她的后背，难免生出兔死狐悲一感。周桃娘如此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纵使爹娘再疼爱，我也不过是一个女子，平日可以千娇万宠，在家族大事面前却没有我的立足一地。所以当我提出迁族一时，他们会安抚我，却不会把我的话当回事。若换作是阿兄，则一定会得到重视，因为他们是男子，担任官职，掌握权势，随一言都不会是空话。所以即使是谢林做出混账事，承担后果的也只会是我和周桃娘。就因为我们是女子，即便再如何尊贵，也人微言轻。而我直到如今才恍然大悟，前世今生困住我的从不是一纸婚约，而是这个以男子为尊女子为卑的世道。裴怀这世的称帝比前世早许多，也不再是金蝉脱壳的假死，而是先帝称裴怀是他流落民间的皇子，下旨传位于他。当然，传位诏书是裴怀带人逼宫后强命先帝写下的，他也在后来和我坦白了身世。我娘不过是他南巡时赵姓过的歌姬，事后便忘了。他一个人将我拉扯大，去世前留给我一块玉佩，让我去玉京找他。我那时不过10岁，被人骗去挖玉矿，逃出来后从容，一路打成了将军。面圣一时，他就主动和我相认了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其实早就知道我的存在，却不闻不问。后来又装作慈父，也不过是觉得能哄住我，替他守着这江山。我偏不如他的意，本想着假死引起各地动乱，再篡了他的皇位，让他成为亡国一君。我心疼地抱住他，那为什么改主意了呢？他把头埋进我的颈窝，声音闷闷的，因为舍不得。辉娘，我舍不得你成为乱臣贼子的皇后，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。我安抚地吻了吻他的唇角，他顺势而上。他平日冷着脸吓人，在床子上却意外的青涩，像个毛头小子般横冲直撞。势必我浑身酸软，手都抬不起来，紧闭着眼懒得动弹。他轻吻了我汗津津的额角，轻笑一声：辛苦娘子，赐夫君一夜快活。缓过神后，我瞥了眼他艳足的神色，暗忖他是否会采纳我的提议。裴怀是个混不吝的，他不在意出身，不在意世家这个庞然大物，甚至在上位后有意分化消解士族的势力。或许是我的神情太凝重，他捏了捏我的脸，眼眸幽深。你我一间，什么话不能直说？我试探着问。听说南方富庶，风气开放，女子也独当一面。如今世家逐渐式微，人才凋零，不若改立律法，世家贵女也可入朝堂，谋得一官半职。此外，百废待兴，朝廷正是用人一计，能否从民间多选取可塑一才？他沉思片刻，
拥住我在额间落下一吻。夫人此计极妙，甚合我心意。新律法公布后，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世家贵女的地位瞬时微妙起来。大部分世家认为这是聘姬私臣，风气败坏，稍微疼女儿的就把他们远远送走，或是绞去头发常扮青灯古佛。当然也有偏激的，命令家中适龄的女子自绝，以此明志。贵女们纷纷观望，或漠不关心，或蠢蠢欲动。当然也有艺高人胆大的，通过考核筛选，成了朝中第一批女官。于是越来越多的女子知道，入朝为官并不是一句空话，除去嫁人生子，她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。裴怀时常懒怠，我就替他处理政务。他在一旁质疑凝望，冷不丁冒出一句：其实那日替你解围，并不是我们第一次相遇。我想了想，实在想不起来还在哪里见过他。当时你正在为流民施粥，轮到了我。你知道你当时做了什么吗？我茫然地眨了眨眼睛。世家贵女为博个悲天悯人的好名声，常常结伴去城门施粥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人又多，哪里还有印象？我绞尽脑汁，试探着开。是不是我当时冲着你笑了，还很温柔地嘱咐你小心烫？裴怀搂住我，忽然笑了，不是往日那种阴沉的笑，笑得极畅快，胸腔都在震动。灰娘到底对自己有何误解？我当时看你遮着面纱，温柔可亲，眼里却很是不耐烦。我接碗时就故意往你白璧般的手上蹭了会。你顿时愣住了，强撑着笑意说没事，不久便找街溜走，到井水边洗了800回手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些娇滴滴的世家小姐可真虚伪啊。裴怀这个人真是一如既往的恶劣。我顿时起了动怒的心思，反搂住他的脖子。你是不是在那时就被我的美貌所迷惑，从此情根深重，非我不娶？他低沉地应了一声，吻上我的唇。那日后我就投荣去了，想着建功立业，封侯拜相，然后再把那沾不得一点灰的娇娇小姐娶回家。看看这么些年过去了，有没有长进？是不是还那么表里不一？春去秋来，朝堂一扫先帝在时的糜烂腐败。在我和裴怀的共治下，国力日渐强盛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而第一批进入朝堂的女官也早已站稳脚跟，真正掌握了权势。后来江南有女富商发家扬名，将名为念辉的商号开遍大江南北。而越来越多的女子也正在从家中走出，行走在这大地的每一处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